好，今天我们来聊一个我觉得很多投资人常常会犯的一个错，而且这个错代价真的很高。我们直接来问一个问题好了，为什么那种听起来超级简单、超级明显的逻辑，反而害大多数人赔钱呢？这是不是跟你想的很不一样？你可能会觉得啊，投资不就是这样吗？越简单的道理越对。但市场真的有这么好懂吗？好，那我们就先来看第一个部分这个常见的投资陷阱。我们直接拿 Circle 这家公司当例子来看看是怎么回事。你看，美国不是要降息的吗？那 Circle 主要不是靠利息赚钱吗？那降息对他来说不就是个大利空吗？你看，这就是那个简单逻辑，听起来完全没错，对不对？因为 Circle 的确很多钱是靠储备金的利息来的，所以降息，那利润不就变少了吗？但事情真的有这么单纯吗？好，那我们就进到第二部分，来看看这个表象底下到底藏了什么现实。我跟你说，这种简单的逻辑啊，最大的问题就是他完全没看到那个更大的 picture， 那个大格局。你看哦，这就出现了两种完全不同的看法。一种就是比较表面的看法，他只盯着那个利息收入，所以他会觉得哇，降息来了，这是个超大的威胁。可是如果你用一个更长期的眼光来看，你会发现利率高低其实根本不是重点，真正的重点是什么？是它那个稳定币市场有没有可能成长个10倍，这才是它价值的核心嘛。来，我们来算一笔账，很简单的数学。就算利率真的给你腰斩，从5%砍到2.5%，听起来很惨，对不对？可是如果 Circle 的稳定币流通量，也就是用的人，整个市场规模成长的10倍呢？这一来一往，你猜怎么着？它的总营收其实还成长了5倍。所以你看，问题的关键根本就不是利率，而是你到底在看哪个变数？是那个小小的利率，还是那个巨大的市场成长？这边有个比喻，我觉得讲得超好。这就好像什么？你赚到了股息，却赔掉了本金，这投资有什么意义？完全没有嘛！你懂我意思吗？就是你为了那一点点的利息，一点点的股息，结果你整个资产的价值，那个本金啊，大缩水。这不就是我们常讲的赚了利息，赔了本金吗？完全划不来啊！好，你可能会说，Circle 这个例子比较特别啦。那为了证明这真的不是个案，我们来看一个大家绝对都听过的例子，就是全世界最大的银行摩根大通 JP Morgan Chase。好，我们来看一下摩根大通的股价，这走势真的超凡直觉的。你看2012年底的时候，利率还很低，但市场就开始喊要升息了，要升息了。结果呢，到了2022年，真的升了一整年的息哦。那照理说，升息对银行是好事，对吧？结果你猜怎么着？摩根大通的股价从最高点一路跌了42%呢？是不是很奇怪？然后呢，到了2023、2024年，风向变了，市场开始预期要降息了。照理说，这对银行是坏事吧？结果你看现在，摩根大通的股价从低点反而涨了3倍回来，所以那个升息对银行股有利的简单逻辑，在这里是不是完全被打脸了？好，那接下来第三部分，我们来谈谈，既然简单逻辑行不通，那我们到底该怎么想，要怎么建立一个比较正确的投资心态？这边有个词大家应该都听过，就是韭菜。什么是韭菜？其实就是在讲那些散户投资人啊，每天追着新闻跑，市场一有风吹草动就跟着杀进杀出，结果呢，就是被市场来来回回的收割，一直赔钱。我们的目标很简单，就是不要当韭菜。那要怎么样才不会被当韭菜割呢？其实有3个很关键的心法。第一，你得学会忽略噪音，就是那些每天的头条新闻啊，谁又说了什么话啊，很多时候那个都是杂讯。第二，你要去识别趋势，看的是更大的格局，是那种会持续好几年的技术或法规上的大转变。最后也是最重要的，你要去理解聪明钱，看看那些大户、那些创投，他们到底在布局什么？他们看的可是5年、10年后的未来，而不是明天的新闻。好，来到我们第4部分，你可能会觉得，你讲的这些好像有点空泛，有点理论。不，这个趋势它正在发生。我们直接从最近的新闻里面就能看到很多证据。你看我们把最近这些新闻串起来看，比方说美国 SEC 说要延后审核山寨币的 ETF，你不要只看延后这2个字，重点是
连狗狗币这种东西都已经进到机构的审批流程了，这不就代表它迟早会过吗？再来，你看前 SEC 主席出来说，大部分的加密代币其实不是证券，哇，这对整个行业来说是个超级大利多诶。还有，现在 SEC 新的团队态度完全不一样了，他们说要支持创新，而不是去打压，甚至他们还公开支持那种加密超级应用，就是把所有服务都整合在一起的平台。你把这些事情一件一件串起来看，是不是就看到一个很清楚的大趋势，就是加密货币正在被接受，法规越来越清楚，整个环境是越来越好的。所以啊，讲了这么多，关键点到底是什么？就是你要练习去看见那个模式、那个 pattern， 而不是只看到一个一个独立的数据点。你要学会把这些点连成一条线，看到那个市场背后正在发生的大故事，这才是让你抓住大机会的关键。好，那今天分享的最后，我想留一个问题给大家，你可以静下来想一想，你现在的投资，你关注的到底是今天股价的涨跌，这些短期的波动，还是你看到的是10年之后的那个大趋势？我觉得你怎么回答这个问题，很可能就决定了你未来的投资是赚钱还是赔钱。